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最近快要过年了，所以店里面的事情真的比较多，比较忙。我们录制影片的步调就是放慢了一些哦。但其实目前来讲，就是每个品牌的电视啊、soundbar 还有耳机产品，现有的我们都已经开箱的差不多了。所以在今年这个在新品的电视、新品的soundbar发表的空窗期中间呢，也许我们录一些，假如说像我们上期所讲的这个 B&W 传统的音响啊 ，Focal 音响，或者是讲一些这种小家电的开箱，我觉得还不错。像我最近就有用那个 LG 他们家的除湿机，然后还有微波炉，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用。之后再开箱分享给大家哦。好啦，那每年的这个年初的这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来带大家看，就是所谓 CES 的展会。那去年的话，我是直接用原厂的影片嘛，我把它做出来，然后电视可以抓非常的棒。那但是你的三星的美型极限器跟电视中间要有光纤线相连。那现在 LG 它做到更扯的事情是说，它让那个极限器跟电视中间直接变成无线的了，还要人就在旁边，就跟大家边看边讲这样子。但是呢，今年的话，我觉得也许我们步调放快一点，就是去年的话，因为产品讲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整个看完有时候也还 OK， 不管是家电啊、新电视啊。但今年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厂商他们对于实体的这种产品的叙述就变少了。那取而代之呢，就是近期来非常夯的叫做人工智慧 AI 的一个主题哦。好啦，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LG 他们在 CES 展览所发布的这个记者会，我们就来带大家来快速了解一下哦。那当然，大家看这影片的时候是1月底啦，实际上 CES 展览在我记得1月初10几号的时候，它就整个就结束了这样子。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它 LG 这个发布会影片的整个的重点吧。那当然，首先还是他们的这个 William 的 CEO 出来哦。那其实去年也是同一位。那他当然开场就讲说，在这个大 AI 时代，他这个 LG 呢是绝对不会缺席的。而且他要讲说，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 ，LG 它有的优势就是在于说，它有着非常真实的一个用户的使用的资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看到现在LG 它有生产假如它有生产冰箱，它有生产空调，它有生产这个扫地机器人，然后清净机，就基本上你家中的各种的黑电、白电，然后空调它都有制造嘛。所以它有基本上有数十亿的这个家庭设备，这个电子设备在每个人家中运行着。那每个人怎么使用？假如说你冰箱，大家都喜欢，假如说晚上几点到几点是睡觉的时间啊？那或者是说你的冷气在什么季节喜欢开几度？那或者是各地区域的一个什么室内的平均的湿度，或各种的资料哦。那这个东西，这些数据，就如果你是一般的厂商，你是很难获得到。就是如果你是一般厂商，你想获得这些数据，你要找一些这种调查机构或者数据机构去做购买。可是对于 LG 来讲，它是完全不用，就是它本身的家电产品给它的一个反馈，那众多的使用者的一个数据就可以集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数据库。那你用这些数据库，你再去训练这些AI。那你就会使得这个 AI 的表现出来的更贴近你的生活啦。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执行者这个 CEO 想要在开头去表达，就是说在这个时代 LG 它有的一个优势哦。那当然 LG 它这个更强调说，你看现在很多的 AI 人工智慧啊，他们去强调说，我这个人工智慧可以算得多快，我可以1秒钟做100道非常困难的题目这样子。但 LG 它的意思是说，他们更注重的是如何利用这个 AI 的人工智慧来改善我们，假如说改善你的电器的一些表现啊，来改善你的一个人的生活啊，就是更实际的应用到家电领域的这个产品中哦。所以他们把这原本的 AI 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他把它改成Affectionate Intelligence， 就是充满情感的这个智慧。好了，那当然，同时大家听到说，就是原来我在使用 LG 家电的时候，它都会收集我的数据，然后来训练它的 AI。那这样我的个人隐私不就等于说，好像就会你的个人隐私就被收集起来，好像那万一这些数据散布出去的话，不就非常可怕嘛？这样你的每天的生活啊，
就被看光光了这样子。所以 LG 它也有强调说，他们对于这个数据收集的一个使用呢或保存呢，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心力在里面哦。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协定叫做什么 LG Shields， 就是 LG 的防火墙，它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每个用户的一个隐私哦。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AI 时代或者是网络时代，大家慢慢的，以前可能没有人在注重什么隐私哦，没有注重什么你的数据，应该没有什么人在注重所谓的数据的隐私。就假如说我每天是我家中的除湿机啊是几点开啊几点关啊，我的冷气是几点开几点关啊。但我觉得在未来，当智慧家电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数据它收集起来的资料也是越来越丰富嘛，它开始可以呈现你的一个生活作息的轮廓。这个时候你的数据的隐私就非常重要。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假如说今天你有郭董他全家的那个假如说空调使用开启跟关闭的一个这个时间周期表，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大概率的知道说这个郭董他什么时候会在家里面，他什么时候会出门呢？那你想想看，这样的资料要是流落到这种就是有那个图谋不轨的人的手里面，他们如果想绑架郭董，那他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很好的指标的参考呢？所以就是为什么 LG 或者现在新的一些这种 AI 公司，就是他们会很强调说，甚至你在手机啊，你在一些使用 APP 的时候，它都有一些显示说，我要收集你的这个数据，但是我会很好的保存大家尽到保存的义务，不会让它轻易的被散漏出去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数据时代，在 AI 时代，这个也是资安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啦。这样子，好啦，那接着呢，这个 CEO 讲完说他们的 AI， 简单来讲就是它有着真实的用户使用的数据，然后呢，他们的同时也很重视你的个人隐私之后，就让他底下的这个接下来接棒的人来讲说，这 AI 实际上应用到家电领域，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哦？那当然，这个接下来讲解家电部门这个主管呢，他还是要讲说啊，这个 AI 呢跟他们家的 ThinQ APP 做了一个整合之后，他们家的 ThinQ 现在叫 2.0 了，它能够像我现在在用 LG 他们家那个除湿机嘛，它有一个一键，假如说建议的功能，就是说它会看你目前的状况，然后去推荐你说你要去使用什么模式嘛。但是你想想看，它这样是怎么设定的？也许它就是看你的湿度哦，你的湿度超过了，比方说60%，那就是进入到什么智慧除湿，就让你除湿到湿度55%。那既然湿度到55%了之后，它就去设定一个这种静音模式。然后呢，假如说你今天你要烘鞋子了，你就插上它的那个烘鞋配件，然后你再点选这个用手点选烘鞋模式，还要去做切换哦。但你看，这基本上都是基于固定的几个条件之下，它才会去做相对应的建议。但是在 AI 时代的时候，他们可以变得更自动。什么意思呢？像其实我在看这个简报的时候，我看到它背面的那个空调的机器，就是空气清净机啦。它就那个 ThinQ APP 就跑出一个对话说，我侦测到你在使用你的一个电磁炉，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异味、油烟味跑出来，您是否要关掉你的空气清净机呢？就简单来讲，它的 ThinQ 在搭配 AI 这个功能之后，他们家的整个的家电来讲会变得更加的智慧，就你不用再去自己去手动的去关空气清净机了，空气清净机自己看到了你在用电磁炉，他就问你说要不要主动的去把它关掉。那当然，他 LG 也强调说，他们最后的希望是，他的蓝图是 LG ThinQ 这个 APP 这整个的，他讲说他们不再把这个 ThinQ App 当作单纯只是一个 App， 就是他们希望说这个 ThinQ 可以成为一个算是智慧家庭一个整合的系统，就像现在你有时候听到豪宅会装一些 Crestron 或者是假如说 Fibaro 一样，就是他甚至说 LG 的这个生态是可以兼容其他品牌的电器的。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大家会知道说像什么智慧家庭啊，这个10几年前在讲的东西哦，到现在它到底智慧的程度到底如何了？我就简单的举例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有听过某个智慧
就智慧系统、智慧家庭系统的品牌哦，他们所谓的语音声控关灯是要讲出对应的字是才能关灯的。什么意思呢？假如今天你说我要关灯，我要把客厅的灯关掉，那你设定了这个词之后呢，你只能讲一模一样，它才会把客厅的灯关掉。假如说你讲说客厅关灯，它这个系统是听不懂的，或者是你讲说关客厅的灯，它也是听不懂，因为它一定要听到你最初设定的这个关键词，它才会去做切断客厅这个灯的动作。所以就变成说，你讲的这些，像现在很多人讲的这种什么智慧家庭啊，什么就是智慧系统啊，甚至这个装一套，你知道豪宅装一套这种东西要花多少钱吗？其实都是上百万以上起跳的，就是100万还不够看，那个可能都200-300万、400-500万起跳的。那你花了这么多钱，其实你得到有东西有很智慧吗？坦白说没有。所以 LG 呢，他们最后梦想就是说，你看，其实 LG 它现在已经做到你生活中各种应用到的家电了。那这些东西它如果都很智慧的时候，在兼容其他的品牌的时候，其实 LG 它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智慧家庭的系统了。你不用再去依靠什么 Fibaro， 你不用再去依靠什么 Crestron、Control4， 自己就是一个系统这样子。好了，那他讲说这个 ThinQ 它打造一个全方位的智慧家庭的平台之外啊，他讲说这个就是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为什么智慧家电就要能改善你的生活，就是你不用再按一大堆的设定，你就让它自己设定。好，那接着呢，就是换了另外一位比较像是硬体部门的同事哦。他就讲说，新的一个这个 LG 产品呢，他们用了这个算是新的 AI 的晶片。那这个晶片呢，就是它可以更准确的，依照你的一种使用习惯，然后去提升他们的一些产品，不管是建议啊，不管是它的模式啊，去改善他们的一个效能哦。然后他们还有讲说，就这个东西，他们希望打造的是在一个本地部署的 AI， 什么意思呢？像现在的 AI 基本上，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 ChatGPT， 就你问问题的时候，它会上传到它的 ChatGPT 的这个电脑，他们去做运算之后再把答案传给你嘛。那你在家电在做各种这种模式，或者是各种这种效能运算或数据的运算的时候，假如说你想想看，你把这数据丢到远端的这种数据库里面，那是不是有人他就觉得说，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郭董他就不想要嘛，我就不想要，我只让人家知道说我每天呢什么时候开灯，我什么时候关灯，那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我不要把我的数据上传，我在本地建构一个这个 AI 自动运行的系统哦，我的数据库就只供我这个本地的系统去做使用，就简单来讲，它的系统是封闭的，并不对外去做连线哦。那这个事情呢，LG说他们也是做得到的这样子。好啦，但是他们有讲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们有想推出一个叫做订阅制的方案，就是说大家知道，其实 AI 的服务呢，就是都是要钱的，就是你现在看到很多免费的东西，那不代表它会永远免费，那只是说以目前来讲，他们为了打造各种流量，吸引大家的眼球，就像 ChatGPT 目前它的初阶版本是免费的，但是在未来也许有一天，就像 YouTube 一样，你光使用它的服务，你咨询一次，它就像真人的这种管家一样，就你是要付钱的哦。好了，那接下来他们来讲说，他们推出了一个新的这种可爱的机器人，就是它能够辨识你的一个表情，它能够辨识你的一个语气，然后就像你的这个生活管家一样。那必须要讲的是说，其实三星在这个时候，它也同时推出了一个可爱的小圆球，叫做 Body， 就是也是智慧管家哦。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就像以前讲的那种电子宠物吧，就刚开始发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但实际上你碰到实品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电子宠物或电子管家到底有没有像那种宣传影片讲的那么厉害哦。好了，那接着呢，他们有讲说，他们发表一些全系列的这种全新的家电配件。那我有看了一下，这些配件应该是针对，假如说像有深藏版的这个电子衣橱的衣架，那应该是还有那种像他手不方便的时候，他在开一些这种洗衣机的门啊，那还有那种开洗碗机的门，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针对假如说你在坐轮椅或者你身体某些不方便的时候，它去做的一些配件哦。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要等到东西出来才会知道说
这些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好了，那接着呢，在25分钟的地方呢，这个 LG 他们的电视部门，今年这电视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晚哦，很晚才跑出来。25分钟处，这个电视部门的老大，他才拿着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晶片讲说，以前都是 LG 自己家的这个电视晶片都是 Alpha 9，那可能就 Alpha 9第1代、第2代、第3代、第4代、第5代，那直到这个2024年，他们家将会使用新的一个 Alpha 11的晶片去做这个整个电视画质的演算啊、运算啊这样子。然后讲说这个速度就是以前的4倍之快。那 LG 也是，他说 LG 也是唯一针对他们自家的 OLED 这个面板去打造这个 AI 晶片的厂商。好，然后其实讲这边因为讲晶片嘛，那实际上没有讲什么硬体的东西，所以接着呢，他们要讲说 LG 自己家他们有一个叫做 LG Channel， 就是 LG Channels 的一个串流平台的服务，那现在已经在全球收集了很多的一个内容，然后有课程啊，有什么健康有医疗啊，然后还有这种电影的节目，但我觉得当然这个台湾还没有看到，也期待之后可以被引进台湾。那最后呢，他要讲说像以前 LG 电视不支援这个Google Home 或 Chromecast， 那在2024年开始他们会全面的支援 Google 家的，就是包含 Google Home、Chromecast，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 Android 手机更好的去跟 LG 电视去做一个配合哦。那同时呢，你也透过 LG 电视呢去作为一个中心，去看你的一些，假如说 Google Home 就是这个智慧家电的一些 Google 家的这个系统的一些资料。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智慧家电的各品牌去想打造一个联盟啦。其实在去年我们有提到一个叫 Matter 的协定，就是现在苹果、Google，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智慧家电品牌，他们就是要用这个 Matter 的协定，让大家的各个产品各个品牌不要孤军奋战，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合作。但是我的感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依然是要看它的态势发展的，因为坦白讲，我是每个厂商一定都是各怀鬼胎，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合作呢？好了，那接着就来到今年的重点，就是第31分钟的这个。如果在去年的话，这个桥段是一个非常大的无线的 4K 的电视，但在今年的话呢，它又加强了，叫做透明的无线的 4K 电视。什么意思呢？就是 LG 在前几年有就是发布过这个透明的 OLED 电视，又发布过无线的 4K 电视，但这都不稀奇。在今年2024年呢，LG 把这两者都融合起来，变成一个透明又无线的 4K OLED 电视。那我觉得这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就是它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就是说，你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电视都是朝向电视墙，对不对？但是当你电视变成一块透明的 OLED 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电视放在落地窗那一侧，你就想象成以后，假如说你买了一间大房子，然后还有很大一个落地窗，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视，平时它是透明的嘛，就放在你的窗前，你平常一样可以看到你窗外的美景，但当你要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它的这个，然后它非常好玩是说，它这个电视 OLED 的这个透明的无线 OLED 有2个模式，一个叫做没有背景的透明模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他们展览的时候是放一些那种鱼啊在水里游的图案，那你这个时候它再搭配它一些透明的这种鱼缸，这样整个播起来就很像那个电子鱼在水里面，就在你的那个窗户旁边游来游去，就非常的有趣哦。那当然，如果你晚上你是想要看一些电影，你是想要享受画质的人，它之后就可以删减，就是可以开启它这个一般电视的模式，就是它会把这个背景的黑慢慢的给它补上来了，那就可以正常的去看电影了。所以它的一个透明，再加上它的无线的这种2种元素的融合，可以让你电视萤幕更好的摆放。而且我觉得这连带的也改变了说，你以前如果你电视要接一些设备，你是不是电视柜一定要坐在电视的旁边，就你都要在正前方。那在未来以后，第一个，你的电视柜，你的一些 MOD 或什么的设备，它不用跟电视一样放在前方，它可以放在你的沙发的后方，它可以放在你任何一个你觉得就是不起眼的区域，就是它不影响你的视觉哦。
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萤幕可以放在落地窗前面，可以放在窗户前面，成为一个就是也许大家以后家中就没有电视墙了，以后就是都用落地窗的那一侧去看电视哦。我觉得这对人的生活来讲是非常有趣的这样子。好啦，那接着呢，其实讲完了这个 AI， 讲完了这个电视，然后讲完了一些家电的，算是他们这种东西的一个段落之后，他们最后要讲说，其实 LG 它已经在布局所谓的这种电动车相关的一个各种解决方案。什么意思呢？LG 要讲说，它目前来讲啊，它有做电动车的一个算是稳定的作业系统。什么意思呢？就你的电动车有时候就像一台手机，像一个电脑一样，它里面需要一个系统，它才能去稳定的运作。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提供一个好用的程式开发平台，就是像其实你不管是像微软也好，或者像苹果也好，他们要开发 APP 的时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开发者工具，那让这个写程式的人呢，他可以更方便的去写出他所需要的功能哦。那第三个就是讲说各种娱乐啦，这样子就是因为 LG 还有做 OLED 嘛，所以他们开发这个车用系统的时候，他也希望说把这个游戏啊或者一些娱乐的东西，可以让人们在以后的电动车上面，就是你不管是驾驶或你坐的人，就是你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娱乐这样子。那最后就是说模拟一个真人的一个车机界面，就在未来利用 AI 打造一个算是你可以这么想，以后你的司机其实是 AI， 也没有分什么驾驶者跟成员了，以后就是你都是坐着这个 AI 驾驶的车，那你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成员，那你就可以跟这个 AI 驾驶去做沟通哦。然后呢，以及呢 LG 他们有讲说，他们目前除了做这个电动车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外，他们还在做这个充电桩，就是他们要打造一个这个在德州建了一个生产充电桩的一个工厂。所以这边简单的结论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的一个，你看像什么小米、华为啊、苹果、Sony， 他们都在讲电动车，在讲电动车的一些解决方案哦。因为你回过头来看，其实做电动车、做手机、做电视，可能他们都有一些很相像的地方。因为像做手机的，你要怎么切入在电动车？你很多人现在都在讲说什么，每年在讲看那个手机发布，就是在看那个摄影跟拍照的功能嘛。你看摄影跟拍照，其实它应用到电动车上面，就是说，你今天你手机拍照的时候，你要对焦，你要去做人脸侦测。那你在开电动车的时候，你的电动车的一些视觉化的系统也是要去做所谓的人脸辨识嘛。假如今天看到人了，哦，这是一个人脸，这是人，那你就要小心的，你不能撞到它。那你要去做一些场景的辨识，假如说现在红绿灯有3个颜色，绿灯亮了，我是可以通行的。或地板上的一些这种交通符号的辨识。这个跟手机的这种人脸的辨识啊，一些场景的辨识啊，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记得电动车还要做一些电源的管理啊、续航的管理，这其实你手机也都是做得到。所以，那为什么那么多这种手机厂或是这种应该算是跟手机有关的，甚至就是大家都想来去电动车上面分一杯羹呢？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把过去的这个技术呢，部分的转移到这个新的一个电动车上面。好了，那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今年的这个 LG 的一个 CES 发布展览的一个内容了啦。那其实无线的这个 4K OLED 电视，目前 LG 在台湾，我那天看在嘖嘖募资上面已经开始在卖了。就到时候如果有来的话，一定会抢先帮大家先来开箱一下这个。其实大家对于无线现在到底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都非常的好奇哦。就是无线的 4K 到底会不会延迟，玩游戏会不会延迟很大，那画质会不会很差？我觉得这个比起什么，就是家电的一些 AI 的功能的进化或什么，人们对于实体产品的一个体验的期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这样子。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 CES LG 展览的一个算是节录重点。那任何想听的、想看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我是 Alan， 那这次的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